万箭齐发，却是一次齐射，务必要覆盖五竹可能躲避的所有范围，所以真正向着五竹身体射去的箭支并没有那么多。然而这个世界上除了五竹之外，谁能够在这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如此冷静地做出这种判断呢？不多只是针对五竹而言，饶是如此，他手中那把铁钎也不可能在瞬息间将扑面而来的密集羽箭全部斩落，所以他的左手也动了，直接取下了戴在头顶的笠帽，开始在雨中快速旋转，卷起无数雨弧，震走无数箭支。笠帽碎了，像灯笼一样的碎了，哗的一声散落在湿湿的地上，震起无数残箭。五竹有些困难地伸直了左手的5根手指，看着穿透自己手臂的那几支羽箭，本来没有一丝表情的脸上忽然间多出了一种极为真实的情绪，有些痛，五竹在心里想着，然后将那一根根深灌入骨甚至穿透而出的羽箭从自己左小臂里拔了出来。箭支与他小臂骨肉摩擦的声音在这一刻竟似遮掩了箭小的雨丝。皇城上下一片寂静，轻慢的光从京都天空苍穹破开的缝中透了下来，照耀在五竹单薄的身体上。他缓慢而又似无所觉地将身上中的箭拔了出来，然后擦了擦伤口上流出的液体，再次抬步。这一步落下时，满是箭支碎裂的声音，因为五竹是踏着面前的箭堆在行走，向着皇宫行走。禁军的士气在这一刻低落到了极致，甚至比1年前那惊天异响时更加低落。因为未知的恐惧虽然可怕，但绝对不如眼睁睁看着一个怪物更为可怕。他们不知道皇宫下面那个在箭雨中依然屹立的强者是谁，只是下意识里认为对方一定不是人，只怕是什么妖怪，或者是神仙。以庆军严明的纪律，即便面对的是一位万民传颂的大宗师，或许都不会有丝毫的停顿，而是会用接连暴雨般的箭袭去杀死庆国的敌人。然而今天他们真正感到了恐惧，因为那位强者不仅仅昭示了无比强大的力量，更关键的是他们被那位强者所展示出的漠然所震惊了。所以当五竹踏着密密麻麻有若春日长草一般的残箭堆快要走到宫门前的时候，第2波箭雨依然没有落下。一脸苍白的宫典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那个瞎子，忽然觉得嘴里有些发苦。武大人已经靠皇城太近，即便再用箭支侵袭，只怕效果还不如先前。难道陛下交给自己的使命真的永远无法完成吗？庆帝此生唯惧2物，一个是那个黑黑的箱子，还有一个便是今日稳步行来的老五。皇帝陛下在太平别院血案后的20余年里，不止一次想要将五竹从这个世界上清除掉，然而最终他还是失败了。只是为了应对五竹的复仇，皇帝陛下自然也有自己那一套计划。范闲从神庙回来了，自然五竹也跟着回来了。庆帝从来没有奢望过老天爷能够给自己一个惊喜，他为五竹所做的准备其实并不多，因为人间能够制衡五竹的法子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如今的庆国只有一个渐老疲惫伤余的陛下，那位叶流云大师早已飘然远去了。在庆帝看来，唯一有可能清除五竹的方法便是皇宫的这面城墙，无数禁军的阻拦，还有那漫天的大火。因为几年前庆庙后面的荒场上，庆帝曾亲眼看过那名神庙的使者在大火中渐渐融成奇怪的物事，也曾经亲耳听过那些噼啪的响声。宫典便是具体执行庆帝清除五竹计划的执行人，为此禁军在这些天里准备了火箭以及相应的设施。然而上天似乎在庆历12年的这个秋天真的抛弃了他在人间挑选的真命天子。当五竹因为莫名其妙而深沉的情绪来到皇宫之外时，天空忽然降下了京都深秋100年难得一见的暴雨。泼天般的好雨
沉重地打击了宫典的准备，似乎也是想以此洗清南庆朝廷的过往，替一位强大的君王送葬。宫典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看着越来越近的五竹，停止了放箭的命令，用沙哑的声音冷声喝道：准备火油。如果想将皇城下的五竹笼罩在火海之中，4年前京都叛乱时，范闲经由监察院所设的火药空爆毒计，毫无疑问最为强悍。然而早在4年前，范闲便已经将监察院库存的大批火药都藏在了小楼之下。最关键的是，这漫天的雨，这该死的雨，所以宫典只可能寄希望于火油能够杀死皇城下的武大人。火油泼了下去，却根本无法泼到五竹的身上。五竹行走的看似缓慢稳定，然而却像是一个在悬崖上飞腾的羚羊，走到了宫门之前。雨势渐小，皇城上的禁军终于点燃了10数根火箭，全部射出。火苗一触皇城下与水混在一处的火油，顿时猛烈地燃烧起来。火苗就像是从地上升起的暴雨，火雨猛地探出了巨大的火苗，要将五竹那孤单的身影吞没。便在这一刻，五竹飞了起来，更准确地说，他是走了起来，完全超乎了所有人类的想象。他手中的铁签准确地刺中了皇宫约2丈高处的一个缝隙，身体如被弓弦弹出的箭一般，迅疾加速，化作了一道冷漠的影子，在平滑翘直的皇城墙上，双脚不停交错，就这样向着城墙奔跑而去。谁也无法形容这幕景象。五竹在路上，在皇城的墙壁上，正对着落雨的天空奔跑。当五竹那双穿着布鞋的脚稳稳地落在皇城头上时，宫典便知道大势已去。这个世间除了皇帝陛下之外，再也没有谁能够阻止五竹入宫了。秋雨下广场的一角，忽然传来一阵如雷般的马蹄声。骑兵的数量并不多，然而格外肃杀。枢密院正使，如今庆国军方第1人叶仲大帅，终于从枢密院赶了过来。叶仲面色一片震惊与铁青，雨水让他花白的头发贴在微黑的脸庞上，看上去异常狼狈。他远远地看着城头上那个孤单的瞎子背影，从马上跳下，在雨中向着皇城的方向狂奔，却险些摔了个踉跄，厉声喝道：吴大人，莫要乱来！知道神庙已经荒破了，但朕想老五既然是庙里的人，神庙总有办法把他留在那里。谁知道他还真的能够重返人间，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贼老天今天要下这么大的一场雨？这是为什么呢？朕心怀天下，手控万里江山，不料今日却被以匹夫逼至价钱，谁能告诉朕这是为什么呢？上天何其不公，若再给朕一些时日，若当日朕没有伤在那个箱子之下，朕又何惧老五来此？不过即便老五来了，那又如何？不时得闻宫外急报，却依然一脸平静的皇帝陛下，唇角忽然泛起了一丝冷笑，缓缓地从龙椅上站起身来，稳定地举起双手，让身旁的姚太监细心地检查了一遍身上的龙袍可有皱纹。龙袍有许多种，今日庆帝身着的龙袍极为贴身，想必对他稍后的出手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只是皇帝陛下眼角的皱纹为何显得那样的疲惫，那样的淡淡哀然？